间哦。桌面上的食材，猜猜看，我今天要做什么呢？我今天要做咸汤圆。要做咸汤圆的食材呢，里面的馅料绞肉，我一再推崇的就是用梅花肉。这个银牙切就是不要搓的圆形，就是像这样子一搓的。要绞肉的食材呢，里面的馅料都通常我会加盐，还有油葱酥。还有香油跟那黑胡椒粉。要煮咸汤圆的话，的食材就是党欧，我们同在一起。党欧，这个党欧呢，我比较建议不要切，它这样煮起来会有点缩水。然后呢，会加一些芹菜，还有香菜提味，它的香气更香。现在呢，先做一些里面的馅料的搅拌，杂货店买这小包就好，这样一包大概是35块。油葱酥不用太多。因为只是提味而已哈，盐的话，煮菜的那个量哈，不用放太多。这胡椒，黑胡椒粉，不是盐，黑胡椒粉哈。那我们的话，为了一样提它的香气，一样会加香油啊，就是这些。这是胖妈觉得，吃起来口感不错的一个食材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拌一拌。我们现在开始要来包咸汤圆的步骤了哈。准备一个干净的盘子，下面铺一些面粉它不会粘到盘子。这个银牙切是我昨天买的，冰了冰箱之后它变硬，然后老板就教我一个方法，就说捏小撮，然后在锅子里面加热，它就是变软了。软的时候我们比较好塑形。看看你要包多大的汤圆，也不要太大，因为太大的话它的皮不容易熟。把它捏成一段这样子。然后看你要包的大小然后把它截取起来。截取起来之后呢，然后把它搓成圆形。搓成圆形之后呢，再把它压扁呢，再把它塑成我们要包的汤圆的形状自己包的汤圆，它的口感比较 Q 啦。然后它的肉质，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想吃的肉质。吃起来也比较那个嚼劲外面买现成的话，它就是皮多，然后肉少，然后一点点的，觉得好像吃不到什么肉味，没有什么味道。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是蛮建议自己包的。自己包的话，虽然是较搞刚啦，可是呢，就可以吃到一个很美味的汤圆。沾一点，觉得很黏的时候就沾一点面粉顺便也可以帮助塑形。我们有咸汤圆跟甜汤圆嘛。一般来讲，我们外面买回来的汤圆有粉红色还是白色，一定是水滚了之后，汤圆才放下去，浮起来了，浮到水面上了才可以加糖否则的话，那个汤圆会不熟。这就是煮甜汤圆的美感，知道吗？没嚼。虽然是自己包的，我也不建议包太大颗，因为它太大颗下水煮真的很难熟透了。我们没有吃完的汤圆一定要冷冻，不能放冷藏，然后把它覆盖住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放冷冻冰。现在我们要做煮汤圆的动作了看看，现在这里是要烧开的水。在家里煮的话，就是你想吃几个，现煮几个来吃就好了，不要煮起来放把它丢下去。丢下去之后呢，我们要稍微给它搅拌，给它夹点连锅。它如果快好的话，它会稍微浮在水面上。这个汤圆呢，当初我们在包的时候，我就尽量会让它密合。如果你没有让它密合的话呢，它里面的那个肉的馅料，它就会煮的时候它就会跑出来。用筷子试着看看里面有没有熟，它没有沾黏，表示是快熟了。
感觉快熟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把菜放进去啊。不想吃芹菜的呛味的话，也可以提早放进去。讲一个当后的另外一个名词，它叫做泡沫菜。还没有煮的时候，它看起来是很蓬，结果呢煮好，它会缩水，变一小盘一小盘。以前的人媳妇在煮饭，煮了当后之后呢，她老公说奇怪，那杜家那一盘这大盘，现在煮起来怎么一点点？你是不是一边煮一边偷吃呢？所以就很生气了，打他老婆，所以叫做泡沫菜，打老婆的菜，泡沫菜。烂没那么正式，这真的啦，这流传好不好？有一些益智节目他也会问啊，他也会讲啊，讲什么菜呀、你刚才加什么没讲？盐跟味精啊，有些人他会在汤的外面，他也会加一些油葱酥，就看你们大家的喜好。最后再加姜菜，再滴一点香油。好，姜一要完成喽。试吃时间，热腾腾的。慢一样，你看有没有？已经破掉了。对，这是表示很软 Q 啊。你看这样就熟透了，啊，它没有很咸。外面比传统市场比较有些人会现做，它的皮的口感是不是比外面冷冻食品的吃起来有 Q 度？对啊，皮很 Q，对不对？外面是不是夹了那个暖心又薄薄啊呢？然后肉一小撮粗到的肉。那如果有人不喜欢吃油葱酥怎么办？就不要加啊。它会不会没有味道？不要加油葱酥，可以另外加青的葱、生葱，切末切小一点，另外提味啦。如果再把里面的馅料、番茄料加粉，那到时候我就变成辣汤圆、辣咸汤圆，汤还是很清澈啊。对啊，听起来很清甜啊。没有加什么特别味道。都是蔬菜味道。对，茼蒿的味道、芹菜的味道、香菜的味道，它就是释放在汤里面。这个是季节性的东西，我是觉得吃起来口感一定是比去外面买冷冻的比较好。那煮不完的怎么办？放冷冻之后啊，想要吃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吃。一样才通常是哪一种摊位才会有？有在称斤的哦，不是说一包多少钱的那种，有在卖贵的那种，大部分都会有在卖银牙菜。那如果不是吃汤圆的季节买得到吗？很难哎。对啊，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季节性的咸汤圆，一定要加当归才好吃啊。咸汤圆就为了茼蒿而生，哈哈哈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对，好，再见喽，拜拜，请多多支持胖毛北裤哦。拜拜。